用微光照亮夜晚，用温暖温润心灵。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微光夜读。许林为了对我进行报复，频繁地带不同的女性回家过夜。在这样的夜晚，我总会不自觉地发出响动，整夜咳嗽，或是频频夜起饮水，噪音不断。但他似乎从不受影响，主卧的门始终紧闭，内外隔绝。他或许以为我故意制造这些响动是为了博取他的关注，但实际上那只是我病痛的挣扎和无助的呐喊。我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但我从未向他解释，只是默默承受这份痛苦。在他眼里，我可能只是一个善于玩弄心机的女人，但实际上我只是一个被病痛折磨的普通人。终于，医院给出了最后的通告，宣告我的生命只剩下1个月的时间。我把离婚协议递给他，他正坐在床头抽烟，脸上满是不屑。他可能以为这又是我的某种手段，只是为了吸引他的注意。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我独自一人坐在餐桌前，静静地享受着晚餐。之后，我走进了浴室，沉浸在热水的包围中，疲惫的身体得到了短暂的舒缓。然而，我竟在浴缸中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当我醒来，映入眼帘的是镜子中自己日渐消瘦的脸庞。我抚摸着尖尖的下巴，心中涌起一阵莫名的悲凉。再瘦下去，我都快不认识自己了。我刚从浴室走出，便看见大门缓缓打开，许林带着一个女孩走了进来。我们的目光在空中相遇，她显然被我吓了一跳。许总，她是。女孩的声音有些颤抖。许林面无表情地搂住她的腰，别管她，你先去我房间等我。她的语气冷漠而坚定。女孩看了我一眼，乖巧地点点头，转身离去。大厅里只剩下我和许林2个人，空气仿佛凝固了一般。我紧紧地攥着浴袍的边角，嘴唇微微颤抖。你就不能带他去外面吗？我终于鼓起勇气问道。他靠在酒柜边，唇边勾起一抹嘲讽的笑容。去外面，那岂不是就让你看不到了？恶心你的效果岂不是大打折扣了？那一刻，我的心仿佛被重锤击中，疼得喘不过气来。我咬了咬下唇，转身回了自己的房间，重重地关上了门。隔壁主卧传来的声音让我无法忽视，我捂住耳朵，但那动静仍然清晰地传入耳中。我戴上耳机，试图隔绝这一切，但黑夜中的疼痛却愈发强烈。我蜷缩在床角，当一股腥味在喉间弥漫开来时，我慌忙移开嘴唇。在台灯下，一抹鲜红映入眼帘。我满头大汗地爬起身，冲进了浴室。那一晚，我在浴室中独自承受着无尽的痛苦与折磨，又承受了多少痛苦折磨，身体的疼痛才稍稍减轻了些。我挣扎着站起，开始清理浴室里残留的血迹。这时，主卧的声音逐渐消散，门被推开了，客厅里响起了响动。随后是开啤酒罐的声响。许总，有没有药？女生显得软弱无力，仿佛失去了所有的力气。没过多久，许林的声音传入耳中，我马上给你买。我的心不由自主地抽痛了一下，继续擦洗着地板上的血迹。浴室门被轻轻推动时，我刚好打开了水龙头，准备洗手。里面有人吗？女生试探着问。我保持沉默，只是打开了灯。啊，真的有人。女生似乎有些尴尬。许林问，要马上送到。你怎么了？我想洗个澡，身上感觉太不舒服了。没过多久，门口出现了一个身影，紧接着门被敲了2下。你洗好了吗？芳芳要洗澡。
我低下头，加速清洗手上的血迹，推开门走出去，从他身旁经过，他仍站在门口。女生走进了浴室，我回过头看了她一眼，她身上的汗水还未干透，手里捏着啤酒罐。为什么呢？为何一定要让我如此难堪？明明主卧就有浴室，他却偏偏带她到这里来。他就这么盯着我，那眼神中是得意、满足，还是嘲讽？我移开视线，接了一杯热水放在茶几上，低头从抽屉里翻出各种药盒，倒出一颗颗药丸。他靠在屏风旁，嘲讽地看着我。我摆好药，静静地与他对视。他的眼神究竟意味着什么呢？他是觉得我又在故作姿态，装作病重，以引起他的注意吧。他脸上的神情仿佛在说：陈芷，你继续你的表演。我轻扯嘴角，露出一丝苦笑，伸手拿起药片，一颗颗送入口中，随之端起水杯，一饮而尽。整理好药瓶，我静静地从他身旁走过，回到自己的房间。我不会再试图。当初刚被诊断出患有血癌，医生严肃地要求家属来医院一趟。我颤抖着手给他打电话，却只听到电话被挂断的嘟嘟声。带着药回家，我曾有过一丝期待，没有将药放在卧室，而是特意放在了客厅的抽屉里。我幻想着某一天他打开抽屉时，会发现我身患重病的秘密。我做好饭菜后便离开了。我头脑昏沉地喝了几口粥，站起来走到那扇落地窗前。窗外阳光洒满一地，温暖而明亮。我抬起手指，轻轻触碰玻璃，仿佛想要触摸到那份光芒，但那光我触摸不到。回想起大学时光，我的目光总是不由自主地追随着许林，而许林的眼里却只有张军。我和张军曾经在同一个校园活动中并肩作战，也是在那时，我意识到我和张军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人。他性格内敛，不善于吐露心声，却怀揣着一颗极易受伤的自尊心，往往因他人的一句话，便默默在一旁泪流满面。由于我对许林的倾慕，让众人误以为我故意排挤他。自那一年起，我的名声日渐狼藉，许林对我的态度也逐渐冷淡。毕业之际，张军选择了远赴异国，流言蜚语四起，纷纷指责是我逼迫张军离开。在他离开之前，我们曾简短会面，他平静地告知我他的决定，那是他主动寻求的与我交流。张军离国的当日，许林找到我，冷漠地提出，既然我这么爱他，那就去领结婚证吧。我愣住了，那时的我涉世未深，虽然觉得这样草率结婚有些仓促，但我深信自己深爱他，也有能力赢得他的心。于是我们登记结婚了。然而这也开启了他羞辱与报复我的序幕。我当时真是太天真了，以为他愿意与我结婚，至少对我有那么一丝喜欢，却不曾想这一切只是他的报复。但我又究竟做错了什么呢？我从未伤害过张军，更未驱赶他离开，可惜无人愿意相信我。婚后初期，我竭力想改变他对我的看法。我亲自下厨，悉心料理家事，家中的装饰都按照他的喜好来布置。他发怒时，我始终保持沉默，避免争吵。许夫人病倒，我更是全心全意的照料。无论他多晚应酬归来，我总在等待，为他煮好醒酒汤，准备好洗澡水。我甚至学习了按摩技巧，在他头疼时为他缓解痛苦。然而这一切努力从未换来他的一句赞许，他的脸庞始终如同寒冰。我们的身体接触也是屈指可数，且总是粗暴无情。为了赢得他的注视，
我曾有一次在做饭时，故意让热油溅到了手腕，含着泪水走到他面前：“老公，我做饭时不小心烫到了，好疼。”他却冷淡地瞥了一眼，这么点小事也值得哭，真是娇气。我感冒了。我拖着疲惫的身体靠近他：“老公，我感冒了，头疼得厉害。”他连头都没抬，继续敲打着电脑键盘。感冒了就吃药，跟我说有什么用？甚至有一次，我在他朋友家被一只突然冲过来的大型犬撞倒，他只是在旁边看着，没有上前扶我，和他的朋友一起无动于衷地站立着。我一瘸一拐地站起来，自己去了医院做检查。那天，我一个人从公园的长椅上站起来，夜幕已经降临，突然下起了倾盆大雨，我全身湿透，冷得瑟瑟发抖。走着走着，我分不清脸上的是雨水还是泪水，最后我在雨中蹲下，放声大哭。从那一刻起，我对他的态度也开始变得冷淡。家里的事情，我不再事事亲为，而是请了家政来帮忙。无论他多晚回家，我都不会再为他留灯等候。我甚至主动提出了分房睡，和他同床共枕。他总是占据了大半张床，我每次醒来都发现自己被挤到了床边，甚至有时睡在了地上。我知道他的心是石头做的，永远也捂不热。等腿上的伤好了以后，我沉寂了一段时间，然后向他提出了离婚。我以为他会毫不犹豫地答应，但出乎我意料的是，他撕碎了我递给他的离婚协议书。他轻蔑地笑：“这么点挫折就受不了了？你还没见识到真正的痛苦呢。”没过多久，我从校友那里听说，张军在国外似乎遇到了麻烦，但具体是什么事情还不得而知。许林接连几天都没有回家，而我在这天正给花草浇水时，突然鼻血止不住地流下来，一滴滴鲜血染红了那些绿色的叶片。我抬头仰望，但泪水依旧流淌不止，手中的工具不知不觉间滑落。那一刻，我想起了小时候因失血过多而永远离开我们的母亲。我急忙赶往医院，经过一系列繁琐的检查，我无力地坐在椅子上，等待着结果。在医生的办公室里，老医生缓缓地推了推眼镜，一张一张地仔细查看报告。他的面色越来越沉重，最后他只是无奈地摇了摇头。我的诊断报告上赫然写着5个字：急性白血病。白血病还有急性和慢性的区别吗？我有些茫然地问。老医生看着我，沉重地叹了口气：急性的可能只有3到1年的时间，而慢性的，有的患者可以活10年左右。真的是这样吗？我低头看着报告上的急性2个字，双手不由自主地颤抖。报告单被我的泪水打湿，我还有那么多未完成的事情啊！算了，如果有来生，再去一一实现吧。我拿着报告单回到家的时候，消失了5天的许林已经回来了。他坐在沙发上，看起来若无其事。我低头换鞋，却被门口的一双红色高跟鞋吸引了注意。我愣住了，再抬头时，一个女孩从他的卧室里走了出来。许总，我的耳环和头发缠在一起了。他有些尴尬地说。他放下手机，看了一眼，过来，我帮你。女孩顺从地走过去，坐在他身边。他轻轻地帮他解开被耳环缠住的头发，他们之间的姿势显得那么亲密。他抬起头，看到了我，眼中闪过一丝玩味。解开耳环后，他把女孩拉入怀中，两人一起靠在沙发上，而我就像被定格在那里，一动也不能动。刚才医生让我通知家属，我虽然知道电话可能不会被接听，但还是试着拨打了。果然，电话只响了一声就被他挂断。原来他根本就不忙。
只是不想接我的电话而已。他只顾着取悦那位家人。我仔细打量那家人的侧颜，与张军却有几分神似。我缓过神来，低头默默换好鞋子，走向卧室，轻轻关上了门。自那天以后，许林常常带着不同的女生回家。我把药悄悄放进了客厅的抽屉，暗自思量，他若发现会作何反应。然而那个抽屉他从未触碰过，反而他的行为愈发张扬。从最初的带回家，到后来的留宿过夜，有时甚至门都不关，任由声响四溢。他们的嬉笑声、调情声无情地钻入我耳中。关于张军的遭遇，我也有所耳闻。他在国外被骗婚，身心受创，甚至精神崩溃。许林带回来的每个女生都带有张军的影子，这无疑是他对我的报复。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我的心也渐渐麻木了。生命的倒计时让我无暇他顾，即便是这个曾经深爱的男人，如今也难以激起我内心的波澜。只是许太太这个头衔，我真心不想再要。我必须想个办法摘掉这个标签。短短半年，许林已换过20个女友。他似乎终于厌倦了这场游戏，开始更多的待在家里。当然，更多也只是相对而言。比如周末的某个下午，他可能会选择留在家中。我的身体竟也奇迹般地支撑了6个月，但想也知道，这已是强弩之末。现在的我，即便整日躺在家中，也依旧是一副病恹恹的模样。这日，外面阳光明媚，我穿着厚厚的毛衣，仿佛将自己裹成一个温暖的蚕茧，蜷缩在沙发的一角，尽可能地靠近那柔和的自然光。自从疾病侵袭我的身体后，我常常感到阵阵寒意，虚汗也不断冒出。他的卧室门突然开启，他走了出来。他跨出2步，突然在客厅中央停下，目光转向了我。我察觉到他的注视，抬头迎上他的目光。他高挑的身材在客厅中显得分外醒目，眼神中带着几分困惑。他开口问道：“这么暖和的天，你穿这么多是为什么？”他似乎已经很久没有与我交谈了。我愣了一下，回答道：“因为我觉得冷啊。”还能因为什么？他的眉头紧锁。冷。我点点头，肯定了他的疑问。他那张俊美的脸庞此刻却布满了阴云。他转身走到另一张沙发坐下，仿佛在认真地审视我。确实，他应该已经很久没有这样仔细地看过我了。我听阿姨说，你现在吃得很少，连半碗饭都吃不完。我紧了紧身上的披巾，看向他：“你在关心我吗？”我们的目光在空中相遇，他的表情依然严肃。可能是因为我那消瘦而苍白的脸庞确实让人担忧。然而，我的身体是在他的注视下一天天衰弱的。他却从未怀疑过我是否患上了重病。当我心中涌起一丝期待时，他却站了起来，长指轻摁着车钥匙：“如果你病了，就去医院，别以为不吃饭，把自己弄成这样，就会惹人怜爱。有些人注定一辈子都不会得到别人的心疼。”心中的期待再次落空。我发出了一声冷笑。走到门口的他突然回头，似乎被我的冷笑所触动，但我已经移开了目光，望向门外的阳光。他似乎在原地停顿了片刻，但最终门随着一声巨响关上了。那日之后，许林仿佛玩够了外界的繁华，亦或是终于察觉到了家中的变化。每晚他总会准时回家共进晚餐。当我离开餐桌，步履蹒跚时，他居然主动扶了我一把。他微微皱眉，问道：“你没去看医生吗？”我抬头回应：“去了，早就去过了。”说完，我轻轻挣开他的手，保持了一定的距离。隔天的晚餐时分，
我刚要放下筷子，许林端起一碗鱼汤，轻轻地放在我面前，把这个喝了。我疑惑地看着他，见我迟迟未动，他难得用温和的语气劝道：“你晚餐吃得太少了，喝点汤，补充点营养吧。”我思索片刻，端起碗，尽管有些油腻，但我还是一口气喝了下去。我注意到，当我喝完汤后，他紧绷的神情似乎有所缓和。夜幕降临，我坐在舒适的榻上，紧裹着被子，痴痴地望着满天繁星。我们的家位于山顶，这里的夜空格外清晰，星星点点，宛如夜空中的宝石。一阵脚步声打破了阳台的宁静，昏暗中一点火光闪烁。我并未转头看他，只是继续沉醉于这片星空。他轻声唤我：“穆婉晴。”过了好一会儿，我才回应他：“有什么事吗？”他靠在栏杆旁，手中的烟闪烁着微弱的光。“没事就不能叫你的名字了吗？”我转过头，认真地注视着他。我只是觉得外面有那么多美女可以叫，你叫我做什么呢？似乎当我看向他时，他的眉头稍微舒展了些。我正等待他的回答，他抬头仰望星空。“但我现在就想叫你的名字。”他依旧穿着那身白色西装，一身洁白如雪，长长的身影映在一旁的地面上。我也移开了目光，望向漆黑的远方，轻轻摇头，自言自语般低语：“一直都不愿叫我，现在何必开口呢？”他的视线再次聚焦在我身上，这次更加直接，更加深邃。“你到底怎么了？”我只是默默地摇头：“没什么。”过了好一会儿，他打破了沉默：“你是想离婚吗？”我刚想回答，他却转过身去：“你别想了，我们这一生注定要纠缠在一起，纠缠在一起。对，我不会再有幸福，你也别想去找寻你的幸福，是吗？你其实可以去找张军的，把他找回来，你或许就能找到幸福。”寒冷的夜色中，我听见他冷哼道：“哼，你以为过了这3年，一切还能像从前一样吗？一切都变了。”他突然再次转身，目光紧紧锁定我：“难道你没变吗？你变得我都快不认识了。”尽管阳台灯光昏暗，他的双眼却闪烁着炽热的光芒。我淡然一笑：“原来我这么大的变化呀，是不是我现在的样子太丑，让你受不了了？不过，如果你看不下去，可以选择不看啊。曾经的我很在意外表，稍微胖一点就会努力减肥，还会做瑜伽，保持最佳的身材，脸上也总是涂满了各种护肤品。然而，生病之后，再好的护肤品也掩饰不住脸色的憔悴，更别提化妆了。我根本没有那个力气。算了，就这样吧。”令我意外的是，我说完之后，他愣了一下，脸上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这又是怎么了？”“我不是说你的相貌，不是说我的相貌，那是说什么？”他拿起那支未点燃的烟。我累了，掀开被子，从贵妃榻上站起来，头重脚轻地走向卧室。在清凉的夜色中，我身后的人似乎深吸了一口气。“穆婉晴，从今往后，我们要好好生活。”这句话让我瞬间愣住，身体仿佛被定住一般。这是什么意思呢？好好生活究竟指的是什么？短暂的沉默后，我理解为他可能是希望我们能够和睦共处，安稳度日。怎么现在才说？如果是这个意思，那我等待了多久呢？从我们结婚算起，已经整整3年了。而从我对他心动的那一刻开始算，已经长达7年。但如今，即便他表达了这个意思，我也只能回以4个字：已经晚了。话落，我便转身回了卧室，轻轻关上门。又过了1天，阿姨叹了口气，说：“阳台上怎么会有这么多的烟蒂？”我随意瞥了一眼，地面上有些湿润，一半是烟灰，
一半是被风吹落的花瓣，带着雨水。我透过落地窗看到了自己瘦弱的身影，这一切都透露出一种难以言说的悲凉。自从那个晚上之后，许林又恢复了他原本的冷漠与刚硬。那个晚上在阳台的对话，就像是夜里的一阵风，消散得无影无踪。他又开始了早出晚归的生活，好几天见不到他人影，也变成了家常便饭。然而没过多久，我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整天昏昏欲睡，在床上忍受着剧烈的疼痛，还有止不住的鼻血。他晚上回家的时候，我房间的灯几乎总是熄灭的。有几次，我听见他在浴室洗澡的声音，他的脚步声在我房间门口停顿了片刻，但最终他还是选择了离开。这一天阳光明媚，我也难得感觉状态稍好一些。洗漱过后，我换上毛衣，前往医院。我想知道自己还剩多少时间。依旧是那位老医生，他的叹气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沉重，就像是丧钟的敲响。你只有1个月的时间了，准备后事吧。我拿着诊断书走出了诊室，走在空寂无人的走廊中，心无所依，步履漫无目的，仿佛一个迷失在人世间的游魂。偶然抬头间，我的目光穿过空旷的走廊，落在对面那引人注目的身影上，许林以及他身边的一位窈窕女生。医院的领导在前面殷勤引路，那女生紧贴着许林，笑语盈盈地与他交谈着，唇角挂着淡淡的笑意。在他们即将转弯的瞬间，许林的目光与我的视线相遇，他的脚步戛然而止，眼中闪过一丝莫名的情愫。领导和女生也随之停下脚步，好奇地回望。我仔细打量那位女生，虽未曾谋面，但她的眉眼间却隐约可见张军的影子。我们彼此凝视了片刻，直到领导走近许林，试探性地问：“许总，你们认识？”我才悄然转身，选择了另一条通道，匆匆离开了医院。原来如此，那个夜晚在阳台上的对话，他口中的好好过，并不是指我们的婚姻生活，更不是对我的挽留。也许那只是他的一时兴起，想要捉弄我罢了。庆幸的是，我当时的回答是来不及了，这或许也算是一种婉转的拒绝吧。回到家后不久，门外传来了熟悉的脚步声，他回来了。我有些意外，今天并非周末，他带着女生去医院检查，难道这么快就结束了？他一直是个以工作为重的人，检查完后应该会立刻返回公司才对。即使不回去工作，他也应该多陪陪那个女生才是。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不过这样也好，我正好有些事情要和他谈。他在门口换着鞋子，我的目光不经意间扫过桌上的离婚协议书，这是我在回家的路上顺便在打印店打印出来的，是之前律师拟定的电子稿。他换好鞋子，走到客厅，目光在沙发上搜寻着我的身影。今天的事是个误会，并非你想象的那样。我轻轻咬着下唇，没有回应他的话，目光紧紧盯着手中的离婚协议书。突然发现了一个之前没注意到的问题，当初我们拟定的协议里，这套我们共同的婚房是归我的，而他公司的所有财产我一概不参与分配。这套房子原本是他打算全款购买的，但我把自己的嫁妆也投了进去，想着这样更有意义。至于他的公司资产，其实如果我坚持，是有权分得一大笔的，但我从未有过这样的想法，只是想在离婚后有个安身之所。可是现在，这套房子我不再想要了，太多女人在这里留下过痕迹，让我觉得待在这里都感到厌恶。我拿起笔，
果断地划掉了协议中关于婚房归我的条款。生命只剩下1个月的时间，我手头的6万存款已经足够了。当我抬起头时，发现他已经不在客厅了，一股烟味从主卧飘出。我拿着修改后的协议走了进去，他靠在床头，神情疲惫地抽着烟，长腿随意搁在床上，连鞋都没脱。这与我在医院见到的他截然不同。我微微皱眉，他似乎是近半年才开始抽烟的，而且抽得很凶。我轻咳一声，拉开他房间的纱帘，让光线透进来。他熄灭了烟，开启了房间的空气净化系统，然后才转向我。怎么了？他的眼神中似乎多了一丝温柔，这让我有些恍惚。我静静地看了他几秒，像是在与这张曾经让我疯狂爱过的脸庞告别。告别之后，我伸出手，将协议递给他。许林，这是给你的，不要再撕了，我们好聚好散吧。他的脸色瞬间变得阴沉，那张俊美的脸庞，顷刻间阴云密布，仿佛暴风雨即将来临。穆婉晴，我解释过了，今天只是个误会。他说。我微微摇头，解释已经不重要了。为什么不重要？自从那晚我们谈过之后，我跟其他人都没有任何纠缠。他急忙辩解，我垂下眼帘，打断他的话。许林，你现在是不是想挽回我？他一把夺过离婚协议书，随手扔到一旁。前段时间公司项目紧张，我频繁出差，在家的时间确实少了些，但请你相信，以后我会把更多时间留给家庭。他诚恳地说。我抬起头，愣愣地看着他，他脸上的阴霾似乎逐渐散去。他伸出手，想要握住我的手。穆婉晴，他轻声呼唤。然而，在他即将触碰到我的手时，我轻轻地抽回了手。离婚是必然的，许林。我深吸一口气，我得了绝症，剩下的时间不多了。你说什么？他震惊地问。我弯腰捡起之前被他夺走离婚协议时掉在地上的诊断单，这是我的诊断单。我将单子递给他，他接过诊断单，随着阅读的深入，他的脸色变得越来越苍白。我看到他的手开始颤抖，紧接着双腿也开始发抖。最后，他整个人都在颤抖。不，这不可能！他声音哽咽。婉晴，你告诉我这是假的。他眼眶湿润了。你是不是为了离婚才编造这个来骗我？我看着他痛苦的表情，心中五味杂陈。我从没想过他会如此失态。他带着期盼的目光看向我，我苦笑了一下。你带那个女生去医院的时候，没想过问问医生我得了什么病吗？许林，你真的从来没有真正关心过我，爱过我吗？我轻声问。他突然打断我，别说了，婉晴，我们一定能治好你的病，我一定会找到办法治好你。他猛地站起来，紧紧抱住我颤抖的身体，传达给我他的力量和决心。这一刻，我感受到他高大身躯下的颤抖和恐惧。他抱得我几乎喘不过气来，但我没有推开他，因为我知道这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这样紧密相拥了。我从未见过许林如此失控的一面。他紧紧地拉着我，匆匆走下楼梯，将我塞进车内。启动车子的时候，我注意到他的手在微微颤抖。途中，他拨通了一个电话，声音坚定而急切。江院长，请立刻组建一支治疗血癌的专家团队，我们马上就到医院。挂断电话后，他抬手似乎想要触碰我的脸庞，但我却下意识地别过头去，只是紧了紧围巾，望向车窗外。他最终还是握住了我的手，他的手心温热，想要融化我手上的冰冷。我一定会找到办法治好你的。他的声音充满了决心。我轻笑了一声，
语气淡淡，除非有奇迹出现。我感觉到他手上的僵硬，试图抽回手，但他却握得更紧。我再次看向他，发现他的眼神变得犀利而深邃，仿佛在打量着我，试图看穿我的内心。我有些不悦地皱眉，而他的眼神也逐渐变得无力，最终松开了我的手，降下车窗，想要点燃一支烟。然而他最终还是放弃了。绿灯亮起时，他猛地踩下油门，车子如离弦之箭般冲了出去。医院里，所谓的专家团队正是由那位我一直信赖的老医生带头组建的。我曾经对他丰富的医学经验和创造的医学奇迹抱有无尽的希望，但是即使是最好的专家，也并不能拯救每一个生命。在会议室外，我听到了许林压抑着怒火的声音：“你们的意思是，你们束手无策？许总，请您冷静。”有人试图安抚他：“许夫人一直是我负责治疗的，如果有其他办法，我们也不会让情况发展到这一步。”老医生的声音充满了无奈：“从一开始就是你负责治疗的，你为什么没有通知我？这种病难道不需要家属知道吗？”许林的愤怒几乎要冲破天际，我能感受到他内心的痛苦和挣扎。随后，我听到了老医生深深的叹息声：“我真的不知道她就是许夫人，她自己也从来没有说过。对了，我想起来了，她确诊的那天，我确实让她通知家属，但我也不清楚为什么许先生会对此一无所知。”会议室内突然陷入了一片沉寂，我坐在外头，只觉得鼻血又开始滴落。我赶忙拿出纸巾擦拭，擦完鼻血，又用纸巾轻轻拭去额头的虚汗。我的额头一直发热，时而低烧，时而高烧。到如今，我已经习惯了这种低烧状态，还能勉强做些事情，但高烧时，我只能躺在床上，动弹不得。会议室的门开了，许林第一个走出来，神情凝重，但在看到我时，他的表情瞬间软化，快步走过来，抱住了我。“不是让你在隔壁休息吗？怎么跑出来了？”他这样亲昵地搂着我，我却感到一阵厌恶，可惜身上没力气，也就懒得推开他。我想去洗手间。说完，我便顺势坐了下来。洗手间，走到这里，身体开始隐隐作痛，于是就顺势坐了下来。病房里不是有洗手间吗？他一把将我抱起，走向隔壁的病房。刚把我放下，医护人员就端着托盘走了进来。他突然瞪眼看过去：“不是说这是最顶级的病房吗？怎么没人24小时照顾？”女护士被吓得一哆嗦：“我刚刚就在门外。”我看了许林一眼，不关他的事。刚才护士接了一个家里的电话，才临时离开的。我按住卫生间的门把手，看向许林：“你也出去吧。”他看了我一眼，似乎还有些不放心：“你一个人可以吗？”这样一句简单的关心，却让人心情复杂。呵呵，过去我曾多少次向他求助呢？他总觉得我在无病呻吟，只是为了吸引他的注意。现在他脸上却流露出担忧的神色，主动关心我，真是难得。我淡淡地说：“当然可以。”他点点头，转身离开。我关上门，透过磨砂玻璃门，可以看到他长长的影子。我就在门口，有需要随时叫我。我虚弱地靠着墙，闭上了眼睛。我每天被带去接受各种繁琐的检查，然而每次医生向许林报告我的病情时，他的眉头都快要拧成一股绳了。他的手机被捏得咯咯作响，仿佛随时都会爆裂。他埋怨医生无能，于是自己联系了海外的专家团队，他们千里迢迢赶到市里，与本地医生共同商讨治疗方案。但是
这些海外专家在跟踪病情2天后，也从一开始的满怀信心变得摇头叹息。我躺在病榻之上，常常感觉自己像是被浸泡在水中一般，病服1天要换好几套，却仍然无法保持干爽。发烧时，我浑身热汗，而病痛发作时，我则冒出一身冷汗。我已经不敢去照镜子了，只凭触摸，我就能感觉到自己身上的骨头变得异常突兀。我的病房位置极佳，当然价格也不菲，每天的住院费用高达5位数。窗外一排明亮的窗户，窗外有一棵玉兰花树，生机勃勃地伸展着枝叶。在这充斥着消毒水气味的白色病房里，我喜欢侧躺着，欣赏那含苞待放的粉红色玉兰花骨朵。许林走了进来，轻声问道：“在看什么呢？”他的语气越发温柔，这与他高大威猛的形象颇有些不符。我并没有回答他，或者说，对于他的话，我早已失去了回应的兴趣。他却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看着我愿意回答医生和护士的问题，却唯独对他的话语置若罔闻。他的眼神中闪过一丝深深的落寞。他自顾自地走过去，推开了窗户，让我能更清楚地看到那棵玉兰花树。是在看这朵玉兰吗？他问道。我紧闭着双唇，没有作答。他伸出手去，轻轻触碰那朵玉兰花，我忍不住惊呼：“别摘！”他缩回了手，微笑着解释道：“我不是要摘它，只是想赶走上面的虫子。”说完，他走到旁边的椅子上坐下。“你还是这么喜欢花，这么爱护它们，跟大学时一样。”他感慨道。我瞥了他一眼，心中有些困惑。大学时代，他有真正关注过我吗？他望向窗外，然后又收回视线，自顾自地继续说道：“德心楼下种了很多玉兰，每到花开季节，总有人忍不住去摘2朵，别在耳边。你也喜欢，但你从不摘花，只会捡2片飘落的花瓣做成书签。”说到这，他顿了顿，看向我道：“穆婉晴，你知道吗？我有时觉得你就像这雪白的玉兰花一样，清纯而美丽。”我皱起眉头，我不明白他为什么会说这些话，更不明白这些话怎么会从他嘴里说出来。他到底什么时候关注过我？今天他穿着一套旧黄色的西装，显得格外温文尔雅。在医院守了数日，他的容颜也略显疲惫。今日那套旧黄西装使他身上的孤寂之感愈发浓重。但这个人曾令我疯狂过，然而此刻我内心平静如水，甚至有些许的反感，渴望逃离。我闭上眼，不愿再看他融入的任何风景。稍后，他轻抬起手，温柔地拨开我额前的乱发。“对不起，穆婉晴，我清楚你怨我，但我渴望能陪在你身边。此生我亏欠你太多，来生我再补偿你好吗？”被单下，我的手不自主地紧握，他的唇轻轻印在我的额头上。一阵风吹进病房，他起身去关窗户，然后又回到座位。我在迷迷糊糊中睡去。这一日，我的头脑混沌不堪，急促的脚步声响起，似乎有许多人涌入。室内的空气仿佛变得稀薄。“无关人员，请立即离开。”我微微睁开眼，看到有仪器被推入病房，眼前的被单上绽放出鲜红的血迹，我的唇角也湿润而粘稠，我蜷缩成一团，颤抖着。我依稀看到医生正在解开一根粗大的针管。“老婆！”许林跪在窗前，双眼通红，布满了恐怖的红血丝。他轻轻拭去我嘴角的血迹，紧紧地抱住我，热泪滴落在我的脸颊上。“许先生，请您尽快离开，我们需要立即抢救病人。”“老婆！”我被他一点点地松开，
一定要救活他，一定要！许林转身，步伐蹒跚，像是腰背佝偻的老者，缓缓地走出病房。房间内只剩下身着白大褂的医生们。主治医生接过那根粗长的针头，开始注射麻醉剂。我的衣物被轻轻撩起，皮肤感到一阵冰凉，紧接着是刺骨的疼痛。我无法控制地蜷缩起身体，试图减轻痛苦。在疼痛中，我艰难地开口：“我不想治了，真的，别治了。”麻醉的效果逐渐显现，我的眼前开始模糊。经过一个漫长而混沌的梦境后，我再次感到仿佛有刀刺入我的肉体，慢慢地、狠狠地拧着。疼痛让我发出沉闷的呻吟声。老婆，一个温柔的声音在耳边响起。我的额头被柔软的东西轻轻擦拭过，同时有人紧紧握住了我的手。我费力地睁开眼，看向面前的人。我的嘴唇干涩，动了动，注视着这个下巴已经长出胡茬的男人。老婆，他沙哑地呼唤着我。我努力地握了握他的手指，用干涩的嘴唇动了动，然后摇头。许林，我真的不想治了，太疼了。他的手突然僵硬了，他轻轻拨开我额头上湿漉漉的发丝，轻声说：“是不是很疼？我这就去找医生，让他们给你用最好的止痛药。”我无力地摇头：“没用的，那种药没用的。”他听后颓然地坐了下去。过了一会儿，他拿起旁边的杯子，用棉签蘸了些水，轻柔地湿润我的嘴唇。他默默地做着这些，没有说话。他的每一个动作，甚至比专业的护士还要轻柔。我皱着眉头，出神地望着窗外的天空。疼痛让我的眉头紧锁，无法舒展。身体内的疼痛从未停止过，只有程度的差别，有时剧痛，有时稍微轻一些。我毫不怀疑，如果此刻有一颗药能让我立刻停止疼痛，即使代价是离开这个世界，我也会毫不犹豫地吞下。就像那颗曾经茁壮的玉兰花骨朵，如今也开始枯萎了。前几天的阴雨绵绵，让花骨朵的花瓣开始腐烂了，仿佛是一种宿命的预兆。我冷冷地笑了。许林捧起我的手，轻轻拭去手心的汗水，然后在手背上印下一个吻。我挣脱了他的掌握，将手藏进了被单之中。深夜，我从沉睡中醒来，随着脚步声，许林走到床边，细心地为我掖好被子。现在才凌晨2点，再睡会儿好吗？他身上散发着浓重的烟草味，曾经总是笔挺的外套此刻已不见踪影，只剩下一件皱巴巴的白色衬衫。那曾经的意气风发，此刻已荡然无存。你能走开些吗？这烟味太刺鼻了。我甚至没有看他一眼，只是凝视着天花板。他立刻后退。对不起，我去洗个澡。他原本伸向我的手也缩了回去。他从衣柜里取出衣物，走进了浴室。浴室里响起了水流声。我静静地躺着，一动不动。不是我不想动，而是没有力气。我转过头，瞥见了旁边一排排的药瓶，全是进口药物。在昏睡中，我曾听到护士们交谈，提到我每天的治疗费用高达30万，所有的药物都是从国外空运过来的。在他们口中，许林是一个无与伦比的好丈夫，亲自陪伴，请来国内外顶尖的专家团队。面对巨额的医疗费用，他连眼睛都不眨一下。我扯了扯嘴角，露出了一个笑容。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许林现在会如此拼命地想要挽救我的生命？是因为我死后就再也没有人可以供他羞辱，让他失去了一大乐趣吗？浴室的水声停止了，我闭上了眼睛。云松沐浴露的香味弥漫在我的床边，那清新的气息离我越来越近。然后
我听到了他那沙哑到极点的声音：“穆婉晴，我现在不臭了，你能多看看我吗？”他的声音里充满了浓烈的悲伤，手也紧紧地环住我的腰，给予我温暖。第二天清晨，疼痛早早地唤醒了我。我凝视着窗外，看着飘落的花瓣，感受着生命的流逝。床边有动静，许林支起身体，关切地看着我：“老婆，你醒了。”他眼边的黑眼圈越来越重，显露出他的疲惫。许总，门口有人轻声敲了敲门，随后他的秘书走了进来，示意他出去一下。许总，今天约了何鸿生的老总吃饭。许林冷冷地回应：“推了，今天会谈到1号地皮的相关事宜，这个很重要。”在房间的转角处，许林压低了声音，带着怒火：“那些钱能治好我老婆吗？”“是，明白了，我会按照许总的意思去办。那今天的季度会议，让副总去组织。”“好的。”许林回到病房，秘书整理着柜子，将许林换下的衣物装好，然后迅速离开了。没过多久，医生又走了进来，为我挂上了一袋新的输液带。许林看着我肿得像馒头一样的手背，他的眼眸中流露出深深的心疼。他抬起头，发现我也在看着他，他的脸上浮现出一抹温柔的惊喜，轻轻地握住了我没有输液的那只手。“老婆，其他人都离开了病房，我也该完成我人生中最后的一件事了。”“许林，那份离婚协议呢？”他顿时愣住了。“老婆，你是不是饿了？想吃什么？我让苗姨去做。”我苦涩地笑了笑：“你看我这个样子，能吃得下吗？”“许林，你该完成我最后的心愿了。”他僵在那里，身上仿佛笼罩着一层死亡的阴影。隔了一会儿，他弯下腰，揉着我的食指腹，像是在哄我一样：“不离好不好？这辈子我就只有穆婉晴一个老婆。”我笑了，但眼角却滑落了一滴无助的泪。“许林，就让我走得安心点吧。”“许林，你是想让我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带着遗憾吗？别难过，那你就把离婚协议拿来，我签了，我就不难过了。”他混合着我的泪水，坐下后遮住了自己的脸。“穆婉晴，不是这样的。”“不是什么？是那天在医院遇到的那个女孩吗？是我误会了吗？”“许林，我要离婚，并不是因为这个。”他摇了摇头：“不是的，从来没有过。我从未出轨，我从未养过其他女人，我心里只有你。”我虚弱的眼眸中闪过一丝惊讶。他在说什么？我怎么听不懂？他放下手，双眼通红，血丝密布，仿佛要滴出血来。他们只是陪我演了一场戏，我从来没有碰过他们，全都是假的。他们只是为了钱，故意发出那些声音而已。我惊愕，茫然无措。“穆婉晴，不要离婚，好吗？我爱上你了，很早就爱上了。可我是个固执的笨蛋，一直不肯面对自己的心意，结果一直在伤害你。我本质上就是个极度自私的人，明明对你有了感情，却不肯放下面子。当我发现你开始疏远我，我感到了深深的不安。当你提到离婚，我更是无法接受。我不愿意，我还想和你共度一生，可你根本就不想再理我了。我为了吸引你的注意，开始故意和别的女生走得近，希望你能为我吃醋，可你却越来越冷漠。我每次想关心你，却总是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对你说的话也特别冷淡，特别伤人。我总觉得是你先追求的我怎么可能在感情中处于劣势呢？我一直在等待，希望你能主动找我好好谈谈，可是等来的却是你的彻底冷漠。我开始慌了，感觉可能再也挽回不了你了。那天，我主动走到阳台，最后对你说：“我们好好过吧。”我满心期待你的回应，我想，如果你答应了，
我一定要带你去医院。你变得那么瘦，脸色那么苍白，我真的很担心你。可你仍然没有回应我，我感到迷茫，感到绝望。穆婉晴，不要离开我，好吗？什么？看着他颤抖的宽阔肩膀，脸色和我一样惨白，我心中涌起一阵悲伤。本该是我病入膏肓，为什么老天却选择了你来承受这份痛苦？该死的是我做了那么多伤害你的事，应该受到惩罚的是我。扑通一声，许林无力地跪在了床边。我现在向你下跪道歉，只求你不要坚持离婚，好吗？让我好好照顾你，让我永远都是穆婉晴的丈夫。在这一刻，他骨子里的高傲消失得无影无踪，他就像一个犯了错的大男孩，低下了曾经高傲的头颅，祈求再给他一次机会。可我只是紧闭着双唇，一个字一个字地吐出：许林，已经太迟了，真的太迟了。然后我用尽身上仅剩的力气，拔掉了手背上的输液针，真的太迟了，迟到我已经不再有所期待。许林，愿你未来无忧，我穆婉晴将不再与你同行。你能精心策划，以爱的名义来伤害我，但你不明白，那并不是爱，那只是你觉得对我伤害的还不够。在你眼中，我或许就像一只微不足道的小狗，因为这只小狗总是对你摇尾乞怜，你偶尔会扔给我一点残羹剩饭，但你从心底里看不起我，你觉得我肮脏不堪，比不上其他小狗可爱，所以当你心情不好时，会踢我一脚，甚至吝啬到连一点食物都不愿施舍。当这只小狗终于无法忍受你的虐待，选择默默离开，并且已经遍体鳞伤，生命垂危时，你再次看到它，才唤起你一丝丝微不足道的同情。你想要拯救它，但如果它真的活了下来，你依旧会嫌弃它，伤害它。我走出了医院的大门，我深吸一口气，尽情享受着没有消毒水味的清新空气。今天的天气格外晴朗，但我还是不自觉地低下头，紧了紧毛衣的领口，走路小心点。一个路人急匆匆地从我身边走过，差点撞到我。这时，有人从旁边伸出一只手，稳稳地扶住了我。我转过头去，清晨的阳光洒在我们身上，温暖而明亮。他身材高大，站在我面前像一座山，阳光从他侧面照过来，为他的轮廓镀上了一层金色的光芒。我们的目光在空中交汇了一刹那，我穿着平底鞋，头顶只到他的胸口位置。长时间的病痛折磨让我变得愈发瘦弱，他环在我腰间的手臂逐渐用力，仿佛想要将我紧紧拥入怀中。我低下头，避开了他的目光。车来了吧？我轻声说道。我该上车了。我试图挣开他的怀抱，伸手去拉车门，但他却按住了后座的车门，不让我打开。坐副驾驶，他沉声说道，语气中透露出一种不容置疑的坚定。随即，他为我打开了车门，我没有反对。坐进车里后，他微微弯腰，细心地为我系上了安全带。系好之后，他扶着车门，朝着阳光的方向，静静地站立了一会儿。我抬头，看见他紧绷的下巴线条。徐总，他回过神来，关上车门，绕到驾驶座一侧。你去公司吧，我开车。秘书离开后，他坐上了驾驶座。已经过了上班高峰期，路上的车辆并不多，但他却始终保持着低速行驶。他能在每个红绿灯前都精准地停下。我整理了一下衣裙。许林，我累了，能开快点吗？在民政局门口，我怀里抱着证件下了车，瞥了一眼门口的大字，深吸一口气，一步一步地走上台阶。真是意想不到，结婚那天，我踏上这台阶的步伐是快速而轻盈的，
而今天离婚的日子，我的步伐竟然也出奇的快，这大概是我生命中最后的一点力气了。当我走上台阶后，我回过头，发现他还站在原地。刚刚领完证出来的小姑娘忍不住多看了他几眼，赞叹他真帅，然后被她的丈夫迅速拉走了。她低下头，开始走上台阶。大厅里人并不多。先生，需要帮忙吗？大厅的工作人员微笑着询问他，他没有回应，径直走过，默默地站在机器前，取了一个号，然后他回到我身边坐下。我正在检查证件，突然，他的手紧紧握住了我的胳膊。穆婉晴，我保持沉默，转头看向他，他的眼睛疲惫地闭着。我爱你。他的这句话在稍显嘈杂的大厅里回荡，我身体里还能运转的神经在那一刻骤然紧绷。他仍然保持着那个姿势，双眼紧闭，紧握着我的手腕，直到听到机器叫到了我们的号码。许林，轮到我们了，我轻声提醒。他的手劲微微加大，仿佛在竭尽全力，想要抓住什么。许林，放手吧，工作人员在等我们呢。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走过来。先生，女士，你们是3号吗？我点了点头。许林睁开眼睛，站了起来。我跟随着他，一同走到工作台前坐下。2位是自愿决定离婚的吗？走出民政局的大门，我迎着明媚的阳光，整个人放松下来，把小红本妥善收好，正准备离开，身后的人突然叫住了我。你要去哪？我送你。我已经办完了出院手续，当然并非因为病愈，而是已经没有必要再继续治疗了。我刚想摇头拒绝，却看到他眼中泛起的微红。穆婉晴，我只是想送你，别再拒绝我了。可是我也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他轻声说，你想在哪里下车就在哪里下车。那好吧。车子缓缓驶离民政局，汇入繁忙的车流中，车内一片沉默。我转过头，望着窗外的风景。大约半小时后，当车子驶过一个开满玉兰花的公园时，我叫停了车。车子平稳地停下。穆婉晴，我解开安全带，回头说，我到了，你走吧。我下了车，向那片花林走去。身后的呼喊声随着微风渐渐消散。在一张休息用的长椅旁，我蹲下身，轻轻抚摸着一只蜷缩成一团、腿上血迹斑斑的流浪狗。我找到它的伤口，解下自己的腰带为它包扎，又拿出一根在路边买来的火腿肠，慢慢剥开，小心翼翼地喂给它。它一小口一小口地咀嚼着，吃得津津有味。看着他满足的样子，我心中涌起一股暖意。待他吃饱后，他用脑袋在我脚边亲昵地蹭了蹭，仿佛在表达感激之情。我轻柔地抱起这个瘦小的生命，坐在公园的长椅上，享受着阳光的沐浴。金色的阳光洒在我们身上，仿佛给了被这个世界遗忘的我们一丝温暖和关怀。时间仿佛静止了，只有我和他享受着这份难得的宁静与和谐。然而，突如其来的不适打破了这份美好。一口腥稠的液体突然从我喉腔里涌出，我无力地抚摸着脚边的小狗，它发出呜咽的叫声，仿佛在为我感到难过。我轻轻地摸了摸它的头，低声告别：再见了，小狗。话音刚落，我的手无力地垂下，我的身体也随之倒下，意识渐渐模糊。番外，许林视角，在玉兰花盛开的林下，我缓缓走近，轻轻抱起穆婉晴，这个我深爱的女人。然而，她已经不再承认是我的妻子了。她静静地躺在我怀中，就像是睡着了一般，双唇紧闭，显得异常安详。我深情地吻了吻她的额头，伴随着的是我的热泪滑落。
他是如此的固执和决绝，喜欢我时勇敢的追求，不再爱我时又毫不犹豫的离开，即使拔掉生命维持仪器，也要坚持跟我离婚。回想起我们初时的校园时光，他的笑容如花朵般绽放。许林，我叫穆婉晴，外语系的。第2次见面时，他在食堂堵住了我。许林，你报了什么选修啊？第3次相遇是在选修课上，他巧笑倩兮地坐在我旁边。许同学，好巧呢，我们竟然选了同样的课。后来他加入了我参加的学生会，总是会在我忙碌时为我打来可口的饭菜。当我胃不舒服时，他会买药塞给我的室友，让他们带回寝室给我。每当我获奖时，他总会特意跑来向我竖起大拇指，太厉害了，许同学。还有许多许多美好的回忆，他总是欢快地在我身边打转。那些日子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众人都说，许林啊，你别太挑剔了，穆婉晴这么好的女孩，你不要，我们可就要出手了。但人们总是容易忽视眼前的珍宝。在大学4年的岁月里，我从未惧怕过穆婉晴会被他人夺走。即便在那一年，我与张军走得较近，穆婉晴选择主动从我的社交圈中淡出，我也不曾担忧她会移情别恋。夕阳渐渐下沉，陈文缓缓走近。许总，请节哀。我紧紧拥抱着他，恍若未闻。随着夕阳的最后一抹光芒在江面消失，我深深埋下头。陈文，我失去了我的妻子，我失去了我最深爱的人。双肩不受控制的颤抖，我在心中默默祈祷，希望能有奇迹降临，希望在我怀中的他能够苏醒。我愿将余生的时光与他平分，携手共度未来的岁月。夜幕降临，江风带着凉意袭来，我仍然紧紧抱着穆婉晴，仿佛只要我松开手，她就会永远消失。陈文默默地站在一旁，他知道此刻无论说什么都无法安慰我，只能静静地陪伴。不知过了多久，我缓缓抬起头，眼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我不能就这样沉浸在悲痛中，我要为穆婉晴做些什么。陈文，帮我联系最好的医生，不管付出什么代价，我都要救回穆婉晴。我的声音虽然沙哑，却透露出无比的坚定。陈文点了点头，没有说什么，转身去安排了接下来的日子里，我放下了手头所有的工作，全心全意地守在穆婉晴的身边。我每天都会为她擦拭身体，为她讲故事，回忆我们过去的点点滴滴。虽然她听不见，但我相信她能感受到我的爱意。医生们尽了最大的努力，但穆婉晴仍然没有醒来的迹象。我每天都在祈祷，希望有奇迹出现。1个月后，陈文带来了一个好消息，他联系到了一位国外的专家，对方愿意前来为穆婉晴进行会诊。这位专家在植物人唤醒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也许他能给穆婉晴带来新的希望。我激动得热泪盈眶，连声感谢陈文。终于，我看到了一丝曙光。专家到来的那天，我早早地等在了医院。当他看到穆婉晴的情况后，表示愿意尝试使用一种新型的唤醒疗法。这种疗法在国内外都有成功的案例，但也需要患者的家属有足够的耐心和信心。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只要能救回穆婉晴，我愿意付出一切代价。治疗开始了，每天专家都会为穆婉晴进行一系列的刺激和康复训练，我则在一旁默默地陪伴着她，为她加油打气。时间一天天过去，穆婉晴的情况逐渐好转，她开始有了一些微小的反应，比如手指的轻轻动弹，眼皮的微微眨动。
这些微小的变化都让我欣喜若狂，仿佛看到了胜利的曙光。然而，治疗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穆婉晴的身体状况时好时坏，让我的心情也跟着起伏不定。但我没有放弃，我坚信只要我们不放弃，穆婉晴一定会醒过来。在漫长的治疗过程中，我也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是不是我太过于自私和冷漠，才让穆婉晴选择了离开。我决定改变自己，为了穆婉晴，也为了我们的未来。我开始学习如何照顾人，如何体谅和关心别人。我学会了做饭、洗衣服、打扫卫生等家务活。我甚至开始学习心理学知识，希望能更好地了解穆婉晴的内心世界。这些改变让我变得更加成熟和稳重。我不再是那个只知道工作的许林，而是一个懂得珍惜和付出的男人。转眼间，治疗已经过去了半年，穆婉晴的情况越来越好，她开始能够简单地发出一些声音和动作。虽然她还不能说话和行走，但这已经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我看着她一天天好起来，心中充满了感激和喜悦。我知道这是上天给我们的恩赐，也是对我们爱情的考验。终于有一天，当我为她擦拭脸庞时，她突然睁开了眼睛看着我。那一刻，我激动得热泪盈眶，紧紧握住她的手。穆婉晴，你终于醒了，我哽咽着说道。她看着我微微一笑，仿佛在说：许林，谢谢你没有放弃我。那一刻，我明白了，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只要他能醒过来，我愿意付出一切代价。后续的日子里，穆婉晴开始逐渐恢复健康，她能够慢慢地说话和行走了。我们每天都在一起做康复训练，一起散步、聊天，享受着每一刻的温馨时光。我知道我们的爱情经过了这次考验，变得更加坚定和深厚。我们会一起面对未来的挑战和困难，一起创造属于我们的美好生活。许林，你知道吗？我昏迷的这段时间里，其实我能听到你的声音，感受到你的爱意。穆婉晴依偎在我怀里，轻声说道：真的吗？那你为什么不早点醒过来？我开玩笑地问道。因为我想看看你会为我坚持多久呀。他笑着回答道，结果你没让我失望。我们相视一笑，紧紧地拥抱在一起。这一刻，我们感受到了彼此的心跳和呼吸，仿佛时间静止了一般，美好而温馨。经过这次生死离别，我们更加珍惜彼此，也学会了如何去爱和包容对方。我们相信，无论未来发生什么，我们都会携手共度，一起走向幸福的彼岸。许林，我们重新开始吧。穆婉晴突然说道，眼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我愣住了，随后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喜悦。我知道，这是他对我的肯定和对未来的期待。我紧紧握住他的手，深情地望着他。穆婉晴，我愿意，我们重新开始。从那以后，我们开始了新的生活。我放下了过去的冷漠和自私，学会了珍惜和付出。穆婉晴也逐渐恢复了健康。我们的生活充满了欢声笑语，我们一起度过了许多美好的时光，经历了无数的风风雨雨。但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我们都会携手共度，一起面对。2年后，我们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走进了婚姻的殿堂。那一刻，我们紧紧相拥，眼中只有彼此。我们知道，这是上天对我们的恩赐，也是对我们爱情的最好见证。如今，我们已经携手走过了许多年，每当回想起那段艰难的时光，我们都会感慨万分。是那段经历让我们更加珍惜彼此，也让我们学会了如何去爱和被爱。我们知道，无论未来发生什么，
我们都会紧紧相拥，一起走过每一个春夏秋冬，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比我们的爱情更加坚定和珍贵了。故事完，接下来是我们本期第2个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因为未婚夫逃婚，我即将进行一场没有新郎的婚礼。我的未来丈夫为了陪他的白月光环球旅行，竟然选择抛弃了我。所有人都等着看我的笑话，以为我就要就此丢脸。没关系，我可以从现场找一个新郎。裴简怎么也没想到，等他回来后，他的位置已经被另外一个男人代替了。在婚礼开始前的1个小时，我给我的未婚夫打了数十个电话，一直是处于无法接通的状态。所有人都急得火上冒烟，新郎不了，这对新娘来说可是耻辱啊！静静，你最后一次见到小简是什么时候？裴简的母亲突然问道。昨天晚上的时候，他接了个电话出去，便再也没回来。尽管他没说，但我知道叫他出去的那个人是谁，他的白月光初恋许静。我是前几天在他进浴室洗澡的时候发现的。那个女人一直给他发微信，提示铃吵得我心烦，正想忍不住关掉他手机的时候，不经意间看到的。那日因为还有几天就要结婚了，我们做好了关系再进一步的准备。看到这个女人给裴简发的那些暧昧消息，我顿时心都凉了，也没有心思再做那种事。也是从那一刻开始，突然起了退婚的想法。本来以为他势必会学会收敛一点，没想到在婚礼前夕，他竟然失踪了。用脚趾头都能想到，他肯定是去找他的白月光了。我和裴简是通过别人介绍相亲认识的，也没有谁追谁的说法，就很自然而然地在一起了。据他所说，他也就谈过那么一次恋爱，但我没想到这么的刻骨铭心。我很想知道，他为数不多亲吻我的时候，嘴里喊着我这个静静，心里是不是又在想着另外一个静静呢？答案已经显而易见了。我这个只谈了不到1年的女朋友，又怎么比得过他心心念念的初恋呢？距离婚礼已经不到1个小时的时间了，众人急得像锅里的蚂蚁一样团团转，而此刻的我却显得有些平静。我清楚地知道，他一定不会来了。面对这一悲惨的事实，我竟然有些释然了。待到婚礼进行曲响起的那一刻，我提着婚纱的裙摆，一个人走进了婚礼现场。我打小就是孤儿，没有父亲挽着我的手，也没有新郎在台上用幸福的笑容看着我一步步走来。我大抵是全世界最孤独的新娘了吧？许是因为打小的成长环境而形成的那份自尊心，迫使我不能在众人面前没了面子。我拿过伴娘递给我的麦克风，硬是挤出了一丝勉强的笑容。各位来宾，十分抱歉，我的新郎并没有按时到场参加这场婚礼。随后我停顿了一下，话锋一转，不过若是在场有与我适龄的未婚男子想要当我的新郎，也未尝不可。这番话惹得在场的宾客脸色都变了，或许他们都以为我在开玩笑，调节一下现场气氛，实际上并不是这样。我盯着角落的一处发愣，那里原本应该坐着一个男人的，但他没来，也很正常。我把在眼眶里打转的泪水尽力缩回去，正想向宾客们解释刚刚只是在开玩笑的时候，突然礼堂的大门打开了，那个男人西装革履地向我走来，慢慢的朝我伸出了手。走吗？我巧笑倩兮地搭上了他的手，让他将我带离了这难堪的场面。裴简有白月光，那么我的白月光就是眼前这个男人。给他寄出请柬的时候，我没抱着他会来的心态，没想到他竟然来抢婚了。他横跨了整个太平洋，
跋山涉水的来到了我的身边。大概1个月后，裴简找上门了。彼时的我已经和我的白月光领了证，我还挺庆幸当初为了保险起见，打算和裴简举行完婚礼再去领证的，不然想想就后怕。还好当初的自己早有先见之明。听到外面的门铃响了起来时，我迷迷糊糊地推开了搭在我腰上的那个男人的手，去开门时，整个人一下子就完全清醒过来了。静静，我回来了。裴简一副疲态的样子，见到我时又强硬地挤出一丝笑容。滚！当我正想把门甩上的时候，裴简趁我不注意的时候，灵活地钻了进来。静静，你听我解释，我1个月前，他和别的女人在浪漫之都浓情蜜意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有个女人在婚礼现场孤零零地穿着婚纱，等待着他的到来？裴先生，我想我们没什么好解释，你跟你的白月光初恋好好在一起吧。至于我伸出了右手的手掌，明晃晃的戒指戴在我的无名指上，向他无声地宣告所有的答案。不好意思，我结婚了，请你离开，不然我的丈夫会吃醋的。只见他瞪大了眼睛，一把抓住了我的手，奋力地想要取下我的戒指。不可能，静静，你一定是在骗我的，对吧？你那么爱我，怎么可能会和别的男人结婚？乖乖的呀，宝宝，我给你买一个新的戒指，然后我们就领证。我拼命地跟他对抗，却始终挣脱不开男人的钳制。正当我绝望之时，眼前的男人突然倒下，手上的劲也迅速地松了下来。我微微转头一看，发现我的丈夫正在转动着手腕，对我露出了一道温柔的笑容。忘了说，我的白月光，也就是我现在的丈夫林涛，职业是医生，他自然清楚人体的所有构造，也不用出什么力就能让眼前的人迅速昏厥。可等到了晚上，就变得我不太平了。他能把我折腾得这么狠，这男人故意的吧？所以说，惹谁都不要惹一个当医生的对象。本以为自从那天后，裴简就再也不会来纠缠我了，没想到他竟然会蹲守在我们公司楼下。等我下班走出公司时，他就立马窜到了我面前，强行拉着我的手，一直在我面前解释。我其实没那个心思听他的狡辩，要不是怕公司认识的同事看到我和一个陌生男人在纠缠，担心会落人口实，我也不会随随便便跟他上了车。说吧，我听你的解释。我双手抱胸，整个背靠在车座上，倒是要看看他能说出什么话来。事情是这样的，结婚的前一天，我收到了许静的电话，是酒吧的服务员打来的。想着反正也是好久不见的朋友了，所以你就犹豫也没犹豫一下子抛下我去找他了。我忍不住打断了他的话，兴许他还不知道，我早就发现了他和那个女人之间的暧昧聊天了吧？当然不是。裴简紧紧抓着我的手，要不是听说许静离婚了，心情不好，在酒吧拼命地给自己灌酒，我也不会去找他。那你失踪了1个月是怎么回事？我尖锐地指出了这个问题，毕竟我可是有个在巴黎的朋友，亲眼看到了他和他的白月光在音乐广场的喷泉边拥吻的。果然，裴简听到这句话慌了一瞬，我实在不想看到这个人的嘴脸，想要打开车门下车，没想到门早就被裴简锁上了。裴简，你这是什么意思？静，我不想看到你和别的男人在一起，我想是不是把你锁在我身边，你就可以一直和我在一起了？我不明白，我已经和别人结婚了，明明他可以和自己的心上人在一起了，为什么还要缠着我不放呢？我暗地里按了几下口袋里的手机，
拨打了林涛的电话，然后故作一副镇定的样子，看着裴简像小丑一样的表演。我和他对峙了有20多分钟，还好他没有情绪上头到要对我做些什么出格的事情，只是不断地在祈求我的原谅。我偶尔趁他不注意的时候会看看时间，半个小时过去了，正当我疲惫的想要闭上眼睛的时候，突然听见车窗处传来一阵声响，我立马清醒了过来，发现车窗外隐隐约约的有人影在晃动。裴简似乎也察觉到了我这边的动静，刚想靠过来看看什么情况时，我那侧的车门被人打开了，是林涛过来接我了。抱抱！一看到他，我立马就委屈了起来，他像抱小孩一样直直地把我从车上抱了下来，我埋进他的怀抱。时隔这么多年，又一次感受到他如此强烈的心跳。警察来了，他应该不敢再来骚扰你了。我在他的怀里躲了许久，直到听到警车渐渐离开的声音后，才敢小心翼翼地露出头来。一些应该被掩盖的记忆从我的脑子里不断涌现出来，鲜血、警笛声，还有一个人从楼上坠落下来。我感觉我整个人快要抖成了筛子，从前的记忆不断地涌现了出来。我就像一个溺水的人，死活抓不住面前的救命稻草。当我感觉到脑袋快要炸掉的时候，突然一只大手挡住了我的视线。静静不怕，有哥哥在。我害怕警笛声，这或许是我的童年阴影造成的。一听到警笛声，我就会想到我的父亲，他因为债务危机从公司的顶楼上坠落，我和母亲当时都在楼下，和一群人眼睁睁地看着他摔成一团肉泥，周围围着几十辆警车，吵得我震耳欲裂。看着父亲流出的血水和身旁的母亲崩溃大哭，我感觉自己身体一轻，然后陷入到了一个黑暗的世界中。等我醒来后，看到护士那双同情的眼神，我好像明白了什么。母亲在我父亲坠楼的4个小时后就割腕自杀了，我自此被送进了孤儿院。那年我刚满7岁，我的人生也就此陷入了无尽的黑暗，直到林涛的出现，才让我灰暗的世界重新有了一丝光亮。裴简被拘留了几日就被放了出来，但他仍旧不知悔改的每天蹲守在公司楼下等我出来。林涛平日里工作就忙，时不时还会出现一些突发事故，需要他回去进行抢救。他根本不能保证每天正常接送我上下班，所以我只能走地下停车场出去。过了好几天，听同事们说那个经常来找我的男人不在了。我刚想从大门出去的时候，却被一个人拦住了。那是一个我不认识的女人，她对我说：“我们谈谈吧。”一副趾高气昂的样子，让人莫名心生厌恶。我正想绕过去的时候，却听到他说：“我是裴简的女朋友，许静。”我最终还是和他去了一家咖啡厅坐了下来。我怀孕了。他刚坐下的时候，就跟我说了这4个字：“几个月了？”我不咸不淡地问道：“3个月了。”我端起杯子的手不由得颤抖了一下。裴简的，自然是。他露出了一丝得意洋洋的笑容。我不敢相信。裴简竟然要比我想象中的出轨了更长的时间。什么时候的事情？大概3、4个月前。我离婚回国就是想来找他的。回来的那天晚上，我约他到酒吧见一面。那天的氛围正好。然后他说他一直对我念念不忘。然后我们2个在酒杯交杯换盏，气氛到了，之后的事情就顺理成章了。所以婚礼前夕，他故意接了个电话，说要去看看前女友那边的情况。这也不过是去找许静的一个幌子罢了。所以说呀，你徐静不过是我许静的替身罢了。裴简他呀，爱的人从来只有我。
看到他那副讥讽又得意的样子，我瞬间有些反胃，一阵难受的感觉涌上心头，让我不禁跑去卫生间呕吐出来。呵，还真是让人恶心至极。我看向了镜子中脸色惨白的自己，越发觉得心酸。那天还真就差点信了裴简的话，什么说不想离开我，要和我永远在一起，全都是假的。我痛恨自己怎么会碰上裴简这么一个渣男。我不禁回想起我们交往的1年时间里发生的种种事情，所有日常的开支大部分都是我出的。他是公司的小职员，我是企业高管。约会的时候，电影票钱是我出的；一起吃饭的时候，也是我买的单。节日的时候，他只会给我点一杯10块钱不到的奶茶。那时候的我还在沾沾自喜，我觉得这个男人能和我在一起，我已经很满足了。想想那时候的自己，还真是被猪油蒙了心。因为自己破碎的原生家庭的缘故，总是希望能有属于自己的一个家。我和裴简本来也是通过相亲认识的，没有感情基础，这样的关系不稳定也很正常。但我不能忍受别人对我的背叛，我只能庆幸，还好我及时止损了。等想清楚所有事情时，我才推开了卫生间的门。而彼时应该待在座位上的许静已经不见了，我也没多想，估计他是有事先离开了。可我没想到的是，几天后，许静竟然闹到我们公司来了。事情是这样的，今天一早我就看到他坐在我的工位上，周围的人都注视着我们这边的动静，没人敢说话。我猜，兴许是许静对他们说了一些泼我脏水的话。难怪个个看我的眼神都不太对劲。哟，你终于来了，我可等你好久了。我自认为没有做过什么对不起许静的事，就因为我差点要和他心爱的男人结婚，他就对我抱着这么大的恶意。我也不惯着他，直接拉了角落的一把椅子坐下来跟他对峙。说吧，你们怎样才肯放过我？我双手抱胸，好整以暇地看着他那副嚣张的姿态。很简单，你只要离裴简远一点就行了。呵，我嗤笑了一声。有没有可能是他一直在缠着我不放？我知道裴简他接受不了跟你分手的事实。许静突然从座位上站了起来。你猜我刚刚和你的同事们都说了什么？我皱起了眉，还在心想他又想耍什么花招。没想到他下一秒就掏出了几份资料甩在了我的身上。不查不知道，原来你父亲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骗子啊！看到那几份资料，我脑袋轰的一下就炸开了。我的父亲因为轻信于人，将大部分资产投资给了他的朋友，没想到后续那个朋友卷钱跑路，留下一屁股债给他解决。同时，公司也随之亏空，宣布倒闭。股民们闹到公司楼下，我父亲受不了打击，选择从高楼跳下。难怪平时还算相处友好的同事都用那种眼神看着我。我知道我怎么解释，他们都不会相信的。这件事是我的伤疤，如今有人主动揭我的伤疤，我自然是忍不了。可他肚子里有一个小生命，我根本不能伤害他半分。说完了吗？我尽力攥紧了我的拳头，反复给自己做深呼吸。别生气，别动怒，冲动是魔鬼。好不容易平复好了自己的情绪，没想到他突然推了我一把，刚好是一个几乎背对着周围同事的角度，随之整个人用力地往后一倒。不一会儿，鲜血不断地从他的下腹流出，我看到了他痛苦又疯狂的表情，像撒旦的低吟一般，让人不由得惊起一身鸡皮疙瘩。徐静，你完了！我呆愣地看着他被人扶了起来，所有人都在谴责我，而我却感觉自己的嗓子像是被堵住了一样，
根本说不出一句话来为自己辩解。我就像一个过街老鼠一样，任谁都可以欺负我。我抱着头疼欲裂的脑袋，一个人默默地待在了角落，尽量让自己不去看工位上那滩残留的血迹。缓了好一会后，我才回过神来，然后打了一辆车去到了就近的医院，恰好是林涛工作的地方。到了之后，打听了才知道，人已经进到抢救室了。还没等我走到抢救室门口，就被人狠狠地甩了一巴掌。你个小贱人，你缠着我儿子不放就算了，还要害我孙子！我被这一巴掌打得脑袋发昏，差点就要站不稳了。我捂着半边脸，隐忍着即将爆发的情绪，跟这个我原本还算敬重的长辈对峙。阿姨，明明是您儿子一直纠缠着我，怎么就变成我缠着你儿子不放了呢？还有，您孙子不是我害的，是您那未来儿媳妇想坑我一把，不惜拉自己肚子里的小宝宝下水。随后，我又走到那个在角落里打着竞技手游的男人，一把将他拉了起来，往他脸上甩了一巴掌。裴简，你真是个没有心的畜生！有个女人要给你生孩子，你竟然一点也不关心。且不说许静刚刚因为陷害我把自己搞进了抢救室，就凭她是一个胎儿不足3月的孕妇，可能面临生命危险的时候，作为她的男人，裴简还是一副烂泥扶不上墙的样子，丝毫没有透露出一丝关心，连装也不装一下。如果不是1个多月前她说她怀了我的孩子，我根本正眼也不会看他一眼，更不会因为受他的胁迫跟他去旅游1个月才回来。裴简死命地抓着我的手，就连他妈妈想凑过来心疼一下他脸上的巴掌印，都被他一把甩开了。静静，你相信我，我根本就不爱那个女人，我爱的只有你。他抓得我很用力，让我实在挣脱不开。裴简，你爱的不是我，爱的只是我一直在给你付出，不求回报。和他交往的那1年里，我一直在省吃俭用，不图他能送我什么礼物，只希望他能安安稳稳的有一份工作罢了。他是一个不太成熟的人，因为父亲早逝，他的嘴边会时常记挂着他的母亲。或许因为原生家庭的缘故，让他变成一个非常没有责任感的人。所以我求你放过我好吗？看到他母亲被他摔得要站不起身，略显心酸的姿势，我心想，裴简这个人这辈子怕是要废了。静静，不要不要！裴简甚至跪了下来，不断地磕头祈求我的原谅。瞧，这个男人连自尊都不要了，这么低三下四的样子，只会让人觉得更恶心。我只能庆幸他当初没有出现在我的婚礼，要不然我不知道我即将面临的婚姻会是多么的不堪。松手吧！当我意识到有个声音在我耳边响起时，我反射性地转过头，正好对上了那个男人的眼睛。无言的默契，自然不必多说什么，况且他手里还拿着一根针，又是同样的招数，让裴简连忙松开了握着我死死的那只手，整个人痛苦地倒在地上，无声的哀嚎。你把他的手伤了？林涛应该不是那种会随便伤人的人。不，我让他的手抹了一下，我看了看我的手腕，已经被勒出了一圈青紫色。我注意到林涛正盯着我的手，我正想缩回去藏一下时，却听到了他那阴沉的语气。早知道该让这小子断手的，学中医的人还真是惹不起。2个多小时后，许静被人从抢救室推了出来，送他过来的同事都走光了，只剩下我们这些跟他还算有点关系的人。一张惨白的脸出现在众人面前。医生，他怎么样？我赶紧涌了上去，询问道。他流产了，但人还好，被抢救及时，
就是什么？她的子宫内壁比较薄，属于不受孕体质，以后可能再也生不了孩子了。一听到这句话，裴母立马冲了过来，一副又想往我脸上甩一巴掌的样子。好啊你害得我孙子没了，我今天非得打死你不可。他的力气实在是大，况且还是60多岁的老年人了，不敢跟他来动真刀真枪的，连林涛也只是勉强能跟他抗衡罢了。没想到他找准了林涛疏忽的地方，让他捡了个漏。眼瞧着手掌将要落下的时候，突然有个人死死地抓住了他的手腕。妈，够了！裴简大喝一声，让裴母顺势放下了手。这孩子没了，不关静静的事。儿子，你……裴母瞪大了眼睛，第一次听到自己的儿子这么大声地对他说话，让他不免有些慌张。静静说得对，我就是个畜生，就是个窝囊废，我连自己的未婚妻都留不住，反而还背叛了他，婚礼前还跟别的女人鬼混，是我对不起他，是我天天好吃懒做，还花他的钱，到了节日连个像样的礼物也没给他送过，是我一直在对他死缠烂打。他说完这番话后，向我微微鞠了一躬，然后转身离开。我偷偷戳了戳林涛的腰，踮起脚尖，贴在他耳边问道：“你这针灸还能治好人的脑子？”林涛知道我是在开玩笑，故意不接我的茬。那不是把你的恋爱脑给治好了吗？就这样，风波渐渐平息了下来。林涛生气我和裴简谈了那1年的恋爱，觉得我对他还不够好，想让我补偿他。可我无论使出了什么花招，都没法让他满意。最终我败下阵来。林涛，你到底想让我做什么？我疲惫地躺在了床上，恶狠狠地瞪了那个男人一眼。这个男人精力真好，差点就被他折腾得昏过去了。没想到他听到这句话后，却沉默了好一会儿。我以为他是觉得我对他不耐烦了，有点受委屈了，便凑到他的身边，想着去摸摸他的脑袋。对不起啊，我刚刚说话有点过激了。林涛将我的手从脑袋上拿了下来，又捏了捏，头一次这么认真地看着我。静静，我们回孤儿院看看吧。好，我没有办法拒绝他这个请求，因为林涛在医院工作忙，鲜少能有完整的一天空出来。好不容易请到了1天年假，我们便买好了一车子的礼物，放在了后备箱。那些礼物是送给孤儿院的孩子们，还有老院长的。从家里开车过去，大概要1个多小时的时间。眯了一会后，差不多就到了。比起我们那时候的破旧楼房，孤儿院似乎翻新了不少。孩子们看到我们的时候，都纷纷跑了过来围住我们。这让我不禁想起了我在孤儿院的那段时期，也是跟这些小孩一样，喜欢围住新来的客人，因为总是会想着有一天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所以不断想去表现自己，让那些来领养的夫妻看到。可惜我始终没有被人选上。后来我才知道，他们都知道我生父的事情，觉得我晦气，没有一个人愿意接受我成为他们家里的新成员。看着身边的小孩一个个都被人领养了，只留下了我和林涛。林涛的母亲早逝，而父亲是医生，因为一次医疗事故被病人家属不断的骚扰，甚至还闹上了新闻。我记得见到他的第一面时，他还穿着一身较为体面的衣服，也不说话，就这么冷冷地看着所有凑上来想要欢迎他的小孩。我应该是第一个主动靠近他的人，怕他刚来吃不惯这里的饭菜，我就每天偷偷溜出孤儿院外面的小卖部给他买零食吃。渐渐的，我和他的关系愈发的靠近。他比我大1、2岁，我就叫他哥哥，但他从来不叫我妹妹，而是叫静静。他和我有着同样不幸的童年，同样是被人唾弃的小孩。
我们都会在有新客人来的时候，眼神恳切地希望他们能注意到我们。当然，每次得到的都是令人失望的结果。看着身边的小伙伴一个又一个的跟着领养自己的父母离开了，而我们只能互相抱团取暖，有时候还会幼稚地想着，或许这样就不会感受到孤独了。想到这，我转头就看到了那个男人正温柔地摸着一个孩子的头，他是否也和我一样，在透过这些小孩看到从前的自己呢？等送完礼物后，孩子们也都高高兴兴地抱着自己手里的东西散开了。这时我们才发现，老院长早就站在不远处等着我们了。院长，我和林涛都跑了过去，抱住了这个早已白发苍苍但仍旧慈祥和蔼的老人。不知何时，我们已经将面前这个老人当成了我们的母亲了。你们两个怎么是一起来的？老院长叙旧的同时，还不忘八卦一下。我立马感觉脸上的温度急剧上升，然后扯了扯林涛的衣角，示意让他解释一下。我们，他竟然关键时刻结巴了。我恨铁不成钢的暗自掐了一下他的手臂，然后接上了他的话：我和他在一起了，准确的来说，是已经结了婚的关系。老院长，等我们办婚礼的时候，您一定要来哦。林涛在我说完之后，又快速补充了几句。我看到他眼底下狡黠的目光，忽然才惊醒过来，我是不是被他骗了？好啊，都是好孩子。老院长两只手分别握住我们两个人的手，然后又互相搭在了一起。你们院长我呀，人也老了，啥也不图，就是希望咱这孤儿院出去的孩子都过得好好的，所以你们两个也要给我好好的。我和林涛相视一笑，然后同时抱住了老院长。放心吧，老院长，我们一定会幸福的。老院长今天强硬地把我们留下来吃午饭。最近这几年啊，我们孤儿院来了不少志愿者来做义工服务，而且还资助我们翻新了几栋楼房，又帮我们新建了一些宿舍楼。老院长带我们一边逛一边介绍道：哦，对了，忘了跟你们说了，今天来了几个志愿者，说要给孩子们亲自做一顿饭。今天啊，你们有口福了。等走到锅炉房那里时，便看到了几个穿着红马甲的志愿者在那里忙活着，而我却一眼注意到了那个掌勺的志愿者许静。我鬼使神差地喊出了他的名字，果然听到这两个字后，他的身体瞬间就僵住了，然后他又像释然一般，肩膀沉了下来，转过头来对我微微一笑：是我，好久不见，徐静，你怎么会想到来孤儿院做义工？我们随便找了个石桌坐了下来，第一次这么心平气和的交谈。你知道的，他的手抚上了他的肚子，露出了一丝悲伤的表情。我的孩子没了，我就想着能不能为别的孩子做点什么，为自己以后积积德，顺便也想要领养一个孩子。那你和裴简，我和他不可能了。他悲凉地笑了笑，且不说他当初出轨，我只是为了寻求一下刺激，就凭他那副窝囊废的样子，还有他那男宝妈的性子，就注定了他不是一个能托付终身的人。我只是笑了笑，没有跟他说，裴简已经主动辞了之前那个公司的工作，现在正在做外卖小哥，或许是能够希望从基层开始慢慢打拼，让自己从今以后不要这么好吃懒做吧。其实说实话，虽然你算是我的情敌吧，但我还是非常谢谢你，谢谢我。我不明白他这句话的用意何在。我听护士说了，你那天在抢救室门口大骂了裴简，而且还帮我说话。说到这，他露出一道讥讽的笑容。我就是在自作自受，他想拿孩子做赌注，
想让裴简回心转意，并且害我顶上杀人凶手这个罪名。可是他赌错了，裴简只爱他自己，到最后他满盘皆输。那你现在有什么打算？他眺望着远方，眼神清澈，然后又转过头，认真地看向我。我想，或许是我以前太过于依赖男人的缘故，跟裴简在大学谈了3年恋爱后，我抛弃了他，跑到国外去嫁给一个富豪。没过几年，那个富豪出轨，主动提出和我离婚。还有裴简，你也知道的。所以呀，我想试着独立起来。不过还好，我现在找到了一份自己还算满意的工作，然后我也想领养一个孩子。谈到这些时，我看到了他眼里发出的光芒。女性从来就不是男人的附属品，也有能力去打造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很明显，他终于意识到了这一点。在孤儿院吃完了午饭后，我和林涛就先行离开了。我们一路上畅聊着在之前孤儿院那段艰难的日子。我和林涛都是苦命的孩子，但还好，我们都彼此治愈着对方不幸的童年，经历过彼此的青春时光，这就够了。在等一处红绿灯时，林涛突然开口问我：静静，在你18岁到25岁这7年的时间，我一直很想知道你去了哪里。孤儿院有个规矩，就是已经满18岁的小孩可以选择走出孤儿院，自己打拼，亦或者留在孤儿院当员工。但我决定离开孤儿院那天，没有和林涛打好招呼，因为我看到了有个陌生的中年妇女在和他交谈着什么。我不敢走过去，因为我害怕得到的答案是我不想听到的，所以我偷偷地离开了孤儿院。我有7年跟他主动断开了联系，有许多的夜晚，我都在想着，他是不是已经有了一个新的家庭，有了新的父母，会不会好好的爱他。在给他寄结婚请柬的时候，我也是专门打电话问了问老院长他现在的地址才寄给他的，也没想过他真的会来到我的婚礼。其实说起来，老院长还是我们的媒人呢。为什么这么说？我好奇地凑了过去。某一天，他问起我的地址，我以为他是想来看看我，没想到他竟然说：你要结婚了，想要问我的地址寄一下请柬。然后他后面还接了一句话：孩子，你不好好把握住这次机会，就彻底抓不住他了。如果不是因为他的这句话，我也不会从这么远的地方赶回来，也不会带你从婚礼现场离开。那静静，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上我的呢？他问出这句话时，表情似乎还有些期待又紧张。我不知道是从何时喜欢上他的，命运的齿轮在我们相遇的那天就开始转动了。或许是在某天清晨醒来时，不经意间看到他给我做早餐的背影，或许是在某天下午看到他坐在孤儿院的秋千上低头看书时露出的浅笑，或许是在某天夜里醒来时发现自己的梦里全是他的模样。我和他拥有着不幸的童年，却又尝试着慢慢治愈着彼此。但还好，最后的最后，我和他在一起了。心里挂念着对方的人，是永远都不会走散的。感谢大家的观看。本期影片，大家觉得是第1个故事精彩，还是第2个故事精彩呢？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